OK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弟，今天就来做一期钱币行业买卖的一些规则，让新手知道吧。说规则嘛，太严肃了，我会说维持一个好习惯，就说交易礼节吧。比方说，当对方第一枚钱币给你观看时啊，伸出两手去接，不要碰到钱币表面，甚至另一手呢在下面防护掉落，或是请对方下面铺个东西。好好的看待对方的钱币，搞不好啊，对方感受到钱币受到尊重后，给你打1折的优惠哦。你别笑。首先说说在钱币店的规则吧，保持社交距离。到一家钱币店时啊，不是像进一家餐厅一样，哪里都可以坐，毕竟是一家满有价值商品的钱币店啊。店里呢，一定会有一个属于老板的私领域。只要有客人进入啊，老板会提高警觉。有些老板不太喜欢客人探头去观看他的电脑萤幕，萤幕上可能是商业机密、重要的买卖聊天记录、进货方式，或是反正没必要去看啊。双手呢，尽可能让老板看见，不要有任何奇怪的小动作，比方啊，老板我要看这个。好，等他看完东西啊，也是在老板视线范围内观看哦。还有客人与老板不要同时拿出钱币放在桌面上，容易搞混哦。当你也有钱币要拿出来时啊，可以请老板先收好他的钱币，尊重对方的收藏爱好。我曾经啊在店里同时有2位藏家与我交流，一位是看重钱币品相的，一位是看重小板别的。2位聊一聊啊，就在我面前吵起来了。我是觉得啊，互相尊重对方的喜好，没有对与错，不要买到假的，然后自己收藏开心最重要。就算是看待新手也是一样的，谁不是从新手开始慢慢学的？大家都一起喜欢钱币收藏，已经是一种缘分了。当你看到店里有人在询问价格买卖时啊，能先避开，晚点再回来，这是一个基本礼貌。你不离开就算了，切记以下几点是绝对不能做的。老板，这枚你3000能收吗？我想想。我能要。看，就算是啊，老板，这枚你3000能收吗？我不收，太贵了。我能收。干，这是我的店，他是我的客人，我在等他降价卖我啊！你这个白。好的，老板，我再想2天吧。老板不行啊，收购的价没有我高。这种情况啊，行内人叫蟑螂，不讲武德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哦？3000啊。咦，这明明是3万的东西，老板肯定搞错了。不是，绝对是搞错了。老板，再便宜一点吧。开错价的情况啊，常常发生，不求你有佛心去提醒老板啊，毕竟老板自己犯的错误嘛。但是明知道捡便宜了，还有杀价的行为，到头来啊，老板意识到了会非常的不爽哦。退货。3年前你卖我的这枚是假的，我要退货。正常情况啊，不管是几天前还是刚付了钱，都不太能退货，除非呢这枚钱币是当代流通的纪念币，真假受到国家保护，卖假就是触法。但是呢，退出流通范围的钱币啊，像银元、古钱这种假币啊，被归类为属于工艺品，没有刑责问题。再来，除非交易前有跟老板确认过一个期限内可退还，这才是另当别论的。一般呢不会有鉴赏期，因为钱币一旦被客人拿走啊，这段时间呢钱币多出的损伤责任很难分得清啊。如果是鉴定币呢，就更不好退货了，因为鉴定真假是鉴定公司的责任。假币入盒的情况啊，就是要找鉴定公司索赔，商家呢只是协助与鉴定公司理赔，也只是帮忙而已，非义务的。我见过有客人呢 keep 的要退假币入盒，然后跟商家说，你就自己去找鉴定公司退啊，反正你先退我钱，这钱呢你再跟鉴定公司要。说起来好像很有道理，但我感觉未必。大家可以思考一下。再补充一下，如果你有参加过现场钱币大型拍卖会的经验，你应该就会知道拍卖会有2到3天的预展期，
你要拍一枚钱币时啊，你有3天的时间考虑。这期间呢，可以请拍卖人员啊将钱币取出观看。这时你可以做任何查询、询问专家、对比照片、各种研究。拍卖当天啊，你举牌购得这项拍品时啊，就没有再给你退货了。大家去钱币店购买钱币时啊，也是要有一样的态度哦。看到喜欢的钱币啊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就先让钱币放回柜子里，改天再决定。有时候啊，并不是老板故意要卖假币，而是或许自己也不小心买到假币，自己都不知道啊。那其实退不退货呢，这是要看个人与老板的关系了，在这边我也不好说了。刚刚说到拍卖公司的拍品退货，有些人呢还拿着几个月前得标的拍品要退货。拍卖公司出售的拍品啊是卖方上门委托的，当拍卖公司成交后，会收取买家的钱，再支付给出品方。如果真的有什么纠纷啊，最好是当下当天就要反映了，赶在拍卖公司还未支付给卖家之前就要处理好咯。保护自己的利益啊，还是多多留意这些规范哦。而这些规定呢，也不是不合理啦。拍卖公司为了维护买卖双方的利益而定的。改天换你成为出品方了，又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哦。至于拍卖公司如何处理，这要看各家拍卖公司的规则了。每一家拍卖都有自己的规则，需要仔细去阅读。大部分拍卖公司是不给退的，应该是会有一定的违约金，或是接受将要退的拍品放到下一次再卖。OK， 说到规则呢，很多人除了忽略拍卖公司的游戏规则外啊，鉴定公司的也一样哦。鉴定币如果是假币入盒的情况，只要有一定的证据，或是他们认可的代理商作证，你是可以提供买卖成交价格的记录，去跟鉴定公司要到全额的理赔。但也有鉴定公司只愿意理赔依照当时这枚钱币评级费用等级，由鉴定公司来算应该理赔的金额，甚至有的鉴定公司啊根本不管假币入盒的情况。所以如果不清楚游戏规则啊，就会觉得自己被骗了，反而往往是自己没有全面的了解啊。就像有些衣服呢，标示着不能烘干，对吧？你买了也烘了。假币、假盒、假网站。假币假盒呢，可以去鉴定公司官网对比照片，照片无误啊，基本上没什么问题。不过要小心啊，有些假盒假币呢还给你假网站，要特别小心啊，要仔细比对官网的网址哦。没办法，各行各业都有诈骗，对吧？送评风险，很多人会问送评风险的问题啊，人只要活着，就都会有风险，哪一天，对吧？送评风险呢，存在着天灾人祸、运送过程的飞机失事、快递公司人员疏忽的问题，到底责任归谁呢？帮忙送评的代理商啊，一般是不负责这部分的，一枚币才赚一点，对吧？一旦钱币寄出送评了，就是等待联络收件，如果不见了，就要看在哪一个环节弄丢的。代理送评的人呢，只是负责联络，看是鉴定公司的疏忽还是快递公司。真担心的话，可以买邮寄保险，或是一枚一枚分散送评。你不要一次全部产品放一单一起送，只能看怎么样降低其风险吧。以上是一些钱币行业内比较常遇到的事，不好好了解的话，很容易造成交易纠纷哦。也希望新手们呢，有个愉快的钱币收藏体验哦。这期就先这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